把用过的卫生巾划开一个口子，将其浸泡在孕妇的尿液中，等获得足够的血尿之后，再把牛大肠泡在里面，接着用木炭往仇人的照片背面写上他的名字，然后将照片放进牛血中反复浸染，直到全部变为红色，就能把照片一分为二。最后把一半照片放在死人的腿骨上，用泡好的牛大肠死死缠住，另一半照片则拌在狗粮里，让全身通黑的狗吃干净。至此，东南亚最邪门的降头术就完成了。只要中了这个降头，5天之内被诅咒的人以及他的血亲全都会接连暴毙，效果比古代的株连九族都要凶狠。而施展这邪术的是这个瞎了一只眼的降头师丧彪，他在他们当地的名气非常大，仗着自己这只独眼不仅能看透人心底最肮脏的欲望，也能引来阴间最凶的邪祟。这天，一对姐妹花慕名而来，姐姐丽莎拿出厚厚一沓钞票，想要占卜一段不被祝福的姻缘。原来她爱上了自己的亲表哥阿伟。丧彪听后也很震惊，毕竟这可是不伦之恋呢。但看在钱的份上，他还是当场做起了法事，询问神灵这段恋情的后果，而神灵也很快上了妹妹的身，亲口回答的这个问题。 Galang adalah sepupumu, bukan suami yang tepat untukmu. Wala mo na kubusakin si Jawa mamakan nyawa, jiwa karo nyawa Sindoro. Menjauhlah dari laki-laki itu, atau dia akan menjadi sumber kematianmu. 不知是被神灵吓到还是被结果惊到，反正丽莎是信了这句话，最后并没有和表哥结婚。转眼12年过去，丽莎一脸不情愿地捧着礼物来给表哥的女儿过12岁生日，但身为姑姑的她完全没有个长辈样，竟然趁着嫂子在厨房忙碌时偷偷贴在了表哥身上，行为举止满是挑逗。最后两人还拉拉扯扯地走出客厅，转过头的嫂子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但她也只是稍微变了下脸色，然后又赶紧假装什么都没看到，满脸堆笑的陪着众人给女儿过生日。不得不说，嫂子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当初和阿伟结婚没几天，婆婆就因病一直瘫痪到现在，后来生了个女儿，还是个瞎子，一双眼睛像蒙着一层白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些年多亏了姨妈一家的帮衬，她才能撑到现在，所以面对这样的表妹，她是敢怒不敢言呐。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正是因为自己的沉默，导致丽莎越来越明目张胆，竟趁着众人在屋内聊天，偷跑出去，一把抱住了表哥。Gila kamu. Di rumahku. Terus kenapa? Sepupu nggak boleh peluk? Jangan bercanda, Irma. Jadi bertahun-tahun ini cuma bercanda? Hah?原来这些年俩人一直是表面断了，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光的事儿。以前还好，但现在突然弄出了人命，眼看肚子越来越大，所以丽莎必须得要个名分。可阿伟知道他就是故意怀的，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抽流产。谁知就在这时，盲人女儿突然找了出来，这才终止了这场闹剧。当天晚上，不死心的丽莎来到阿伟工作的地方，并拿着刀子威胁，说什么也要让阿伟对自己负责，不然他就把事情说出去。到那时，嫂子肯定会提出离婚，自己刚好可以顺势上位。看着胡搅蛮缠的丽莎，阿伟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头的他直接推了丽莎一下，可没想到丽莎却一屁股摔倒在地，双腿间也缓缓流出了血液。这时阿伟的同事恰好回来，为了不让丑事败露，阿伟眼疾手快，将一桶羊血倒在了丽莎身上。Mau saya bantuin, Pak? Gak usah. Tadi ketumpahan daging. 骗过同事之后，阿伟赶紧将丽莎送往医院，可孩子却没能保住。阿伟得知后暗自窃喜，但还是装作痛苦的模样，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钞票，说是赔偿丽莎的同时，也希望两人从此之后不联系。听到这话，本就在气头上的丽莎更气了，但阿伟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归家庭，任凭丽莎如何打闹，他的嘴里就只剩下一句对不起。看着阿伟绝情的离开，愤怒的丽莎一把扔掉那堆臭钱，并发誓一定要让这个渣男付出代价。折腾了一夜的阿伟回到家，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妻子，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可半夜时分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下一秒女儿就双眼空洞的站在床前，一直爸爸爸爸的喊个不停。阿伟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，刚想问女儿有什么事儿，结果直接被吓了个半死。只见女儿一手托着一个眼珠子，让爸爸帮忙给安回眼睛里。我勒个去！阿伟直接吓得从床上坐起，然后就发现刚刚只不过是个噩梦，但这场梦可不是平白无故做的。原来就在阿伟妻子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肚子不知为何突然胀痛，可阿伟当时急着去见自己表妹，便让妻子多喝点热水，躺在床上休息休息。
结果肚里的孩子被脐带绕颈，压迫了视觉神经，导致女儿早产不说，还一出生就成了瞎子。所以说呀，男人就是不能三心二意，不然霉运时时刻刻都会跟着你。第二天，女儿也突然感到肚子痛，阿伟恰好又不在家，妻子只好先安慰他。而另一边，出院后的丽莎已经坐上大巴车，再次找到了降头师丧彪，并拿出所有家当，表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愿望，那就是成为阿伟生命中唯一的女人，希望大师可以再次帮帮他。不管丧彪如何劝阻，说这样做会牵连到无辜的侄女，为了那样的渣男根本不值得，但丽莎已经认准表哥，此生就非他不嫁。好言难劝恋爱脑，收了钱的丧彪也不能不办事儿。于是他让丽莎去收集嫂子的头发或者指甲，顺便再拍一张照片拿过来。交代完之后，丧彪就开始准备其他道具，首先将一头黑牛的脑袋砍下，再取出它的各种器官，之后他又刨开一个刚下葬不久的坟，在没经过尸体的同意下就锯掉了人家的一条大腿。与此同时，丽莎骗嫂子说在附近游玩，刚好来看一下自己的姨妈，然后便走进了阿伟的家。期间他找借口溜进厕所，在里面一顿搜索，终于是在梳子上发现一些长发。可就在他将其包好准备出去时，突然瞥见旁边的垃圾桶里有一片用过的卫生巾。想起大师的话，除了指甲和毛发，这也最好，而这一看就是嫂子用的。于是他连忙把东西拿出来放进包包里，就离开了阿伟的家。当丧彪看到他带着的东西时，双眼都冒出了绿光，恨不得上去舔两口，因为有了这姨妈巾就能施展更凶猛的姨妈酱。于是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将所有道具弄好之后，丧彪就举着腿骨开始念咒语，随着一顿小嘎嘎一嘎死，整个房间开始剧烈颤抖，就像是地震似的，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。最后丧彪手里的骨头突然断裂，而这就代表着降头已经成功下好，5天之内嫂子以及嫂子的血亲全都会相继死去，而丽莎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接嫂子的盘。很快嫂子这边就发生了诡异事件，她像往常一样凌晨3点起来给真主诵经，希望家人可以永远平安。然而下一秒她面前就突然掉下来一颗牛头，懵逼的嫂子往上一看，发现房梁上还挂着很多内脏，并且这些东西全都开始往下掉，砸得嫂子是疯狂大叫。阿伟听到声音赶来，看着在原地发疯的妻子，小脾气瞬间就上来了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搁这儿发什么神经呢Gak ada apa-apa, Nisa. Tapi saya nggak bohong, tadi ada kepala. Kamu tahu nggak ini jam berapa? Masih jam 3 pagi, Nis. Dan saya nggak ada waktu buat dengerin omong kosong kamu itu. 阿伟说完就回去睡觉了，嫂子却没从刚才的感觉中缓过来，一夜都没敢闭眼。可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，又发生一件诡异的事儿。一个玻璃瓶突然从床底滚了出来，嫂子低头往下一看，发现床底竟然是丽莎送给女儿的洋娃娃。紧接着嫂子就跟中了邪一样，将洋娃娃抱出来之后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，甚至还拿起旁边的剪刀把洋娃娃的头发剪了个稀碎，然后又将这些碎发塞进自己嘴里。洋娃娃的吃完了就开始剪自己的吃，直到被噎得不停看呕，嫂子才逐渐清醒过来。到了晚上，她本来想把这些怪事告诉丈夫，让他去找个法师啥的来家里看看，可阿伟却因为工作劳累很不耐烦，只认为妻子是在无中生有，说完又上楼睡觉去了。而另一边，丽莎家里开始频发怪事儿，妹妹得知姐姐偷走了家里的金银首饰，便质问她是不是又去找降头师了。可丽莎却觉得她多管闲事，直接将人给推出了房间，然后躺在床上准备休息。结果惊恐地发现，本来锁住的房门却在这时自己开了。起初她还以为是妹妹在外面，可出去一看，走廊里根本就没有人。难道说刚刚是门没关好？于是他再次关进房门，然后闭灯准备睡觉。可也就是在这时，床边突然出现一道人影，正慢慢拉扯着丽莎的被子。意识到不对劲的丽莎赶紧开灯，然后猛地回过头，看见的果然是一坨马赛克，那嘴里吐出虫子的画面差点把丽莎当场吓尿。Kenapa, Teh? 与此同时，嫂子又准时向真主祈祷，但她的身体状态已经明显不对，正念着念着，胸口突然泛起恶心，
紧接着他就吐出了一大滩鲜血，里面还夹杂着好几条类似蚂蟥的虫子。虽然恶心，但这也刚好给了嫂子自证的机会。既然丈夫不相信自己，那就先把虫子装起来，等他回家后拿给他看。然而还没等到那时候，瘫痪的婆婆就率先出事了。嫂子前一秒正和她擦着脸，下一秒眼神就变得凶狠，竟直接用毛巾捂住婆婆的嘴，让瘫痪的婆婆重新动了起来。而就在她快要憋死的时候，嫂子突然恢复了神智，眼看着自己犯下大错，她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给婆婆道歉，然后就带她拿着虫子去找丈夫，必须得赶紧让她去请个法师来看看。可奇怪的是，装虫子的瓶子完好无损，可里面的虫子却不见了踪影。就在嫂子疑惑之时，卧室里的婆婆又出事了。10几年没下过地的她，此时居然像个正常人一样，不仅走出了房间，还直接来到了厨房。也许是饿的时间太长了，直接端起灶上滚烫的小米粥，倒在了自己脑袋上。短短数十秒，她整张脸就吃饱了，上面被烫的全是水泡。等嫂子发现的时候，婆婆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时间来到被诅咒的第3天晚上，也是婆婆出殡下葬的日子，所有亲戚全都前来吊唁。阿伟还请了当地的大法师，他带领着大家送婆婆最后一程。可仪式还没有结束，一只鬼手就搭在了丽莎肩膀上，但当他回头看去时，又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而就在他惴惴不安之时，嫂子这边出了大问题。众人正进行着仪式呢，他却发疯般的一把掀翻棺材，接着就发出了瘆人的笑声。这一看就是中了邪。法师见状，连忙让人控制住嫂子，然后便开始了为她驱魔。Keluar dari tubuh wanita ini. Si Rasapa. Lakon bantu kita. Kita hamba Allah. Atau apa kudu kita paksa? Kita harap nikini baik. Aja baru campur urusan kita. 见对方如此倔强，大法师当即念起咒语，然后又将念珠按在嫂子头顶，这才暂时逼退了邪祟。经过这么一闹，嫂子的身体越来越糟糕，但好在婆婆的丧礼顺利完成，期间也没再发生什么怪事，而阿伟也已经彻底相信妻子，这家里肯定是不干净。再加上自己这2天也老做噩梦，于是他再次找到大法师，万般请求之下，法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。他觉得阿伟妻子一定是被人下了降头，但也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因为再凶狠的邪祟也害怕他这加了符文的圣水。 Usapkan air doa ini ke kepala Nisa menjelang waktu sholat. Tapi sebelumnya wudhu dulu, ya. 有了破解之法，阿伟火急火燎地回到家，可还没进门就听见了惨叫声。原来嫂子刚才又出现了幻觉，竟然在厕所里看见了死去的婆婆，她正趴在马桶上吃得正欢，见儿媳妇进来，还用沾满黄色的手抚摸她的脸，可把嫂子给恶心坏了。看着媳妇虚弱的样子，阿伟赶紧拿出圣水，可本以为这玩意儿用了就能好，没想到却疼得嫂子疯狂大叫。最终心疼媳妇的阿伟只好停手。时间来到被诅咒的第4天，丽莎母亲也出现了症状，她正在厨房里做着饭，突然就暴跳如雷，把锅碗瓢盆全摔了个稀巴烂。可这依旧解不了她心中愤怒，于是她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一点点的送进了嘴里。很快她的喉咙就被划出一道口子，但她就像不知道疼一样，流出的血越多，反而吃得越得劲儿。等丽莎和妹妹回到家，母亲的尸体都已经凉透了。直到这时，丽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将下降头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妹妹。可奇怪的是，她当时是用嫂子的血下的降头，按理说最多也就再死一个侄女，可姨妈跟嫂子只是婆媳关系，自己母亲也跟嫂子不是血亲，为何2人会以这样的方式死掉呢？丽莎觉得一定是降头师那里出了问题，她便打算再去找一趟丧彪。与此同时，嫂子这边又出事了。这次她像是听到什么声音一样，捂着耳朵就找地方躲，最终实在是没招了，直接爬上桌子，又扯下脖子上的围巾，将其挂在吊灯上，准备把自己给吊死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阿伟及时赶到，这才将妻子给救了下来。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阿伟直接将大法师请到了家里，但想要彻底除掉妻子身上的邪祟，必须得将人带到清真寺里，并且还得等到晚上才能去。可这晚就是被诅咒的第5天了，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活命机会。而丽莎这边也不想放弃，她本想带着妹妹去找丧彪，可妹妹却在这时一动不动，还发出了瘆人的笑声。
见妹妹的脸又成了一坨马赛克，并且还想要掐死自己，丽莎吓得是拼命逃窜，但妹妹却一把将她摔倒在地，然后给姐姐表演了一段蛤蟆舞。趁此期间，丽莎连忙躲进自己的卧室，把妹妹关在了门外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妹妹竟然又从窗户飞了进来。丽莎大叫着跑到院外，然后举起石头就要转身砸去，结果妹妹又恢复了原貌。Bulan akan mati. Ampunlah, janganlah. 看着变成地中海的妹妹尸体，丽莎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。她后悔为了那不靠谱的爱情，害得自己家破人亡。丽莎找到丧彪，想要撤回降头，可不巧的是，丧彪今天正好不在家。更何况这玩意儿又不是微信消息，说撤回就能撤回的。现在已经完成了1/5，就连神仙也没那个能力了。于是丽莎就问助理，当初不是说好只会伤害嫂子的近亲吗？那为什么自己的亲人全死了，反而嫂子和侄女却没事呢？助理觉得一定是下降用的道具出了问题。听到这话，丽莎认为是丧彪坑了她，一把将助理推死在了石头上，自己则进去找丧彪的麻烦。结果发现丧彪貌似真的不在家。而与此同时，阿伟已经将妻子带到清真寺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很难控制了，好几个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嫂子绑在椅子上。接着大法师在他身上裹了块写满经文的黑布，又在额头倒了一壶圣水，然后就开始念咒语。嫂子很快就平静下来，但是邪祟并没有就此被除掉，因为他此时又上了丽莎的身。既然嫂子有人保护，那就先弄死她。而此时丽莎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，竟然在原地跳起了机械舞，并且尺度也越来越大。最后随着骨头的断裂声响起，丽莎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而随着她的死亡，邪祟又来到嫂子身上，并且这次变得更加凶猛。大法师的嘴都快念秃噜皮了，依旧是按不住她。最后嫂子更是连同椅子一起飞上了天，然后死死地盯住阿伟，对着他不断的喷垃圾话，把他干过的丑事全说了出来。Seperti bayi Irma yang kamu bunuh. Dan seluruh keluargamu akan musnah. 听着这诡异的笑声，法师心里也有点发毛，于是他让徒弟拿来手杖，可就在要劈下的时候，房间玻璃突然破碎，嫂子瞬间掉在了地上，房间里的人也跟着晕了过去。然后就见嫂子快速爬向阿伟，一把掐住了对方脖子。好在法师在这时醒来，用手杖赶走了嫂子体内的邪祟。可就在阿伟上前查看妻子情况时，女儿从黑暗处走了出来。相信看到这里，聪明的小伙伴已经猜到了，当初丽莎下降头用的卫生巾不是嫂子的，而是瞎眼侄女的。还记得那晚小女孩肚子疼吗？其实并不是生病，而是12岁的她第一次来例假，所以被下降头的并不是嫂子，而是瞎眼女孩。这也是为什么丽莎他们一家也会死的原因，毕竟他们都有着血缘关系。而现在作为女孩爸爸的阿伟也要死了，女孩只是稍微抬起手臂，阿伟就被掐到了空中。法师见状连忙在旁边念咒，等积蓄到一定力量之后，就将手里的念珠扔向女孩，可还是慢了一步。邪祟虽然被打跑了，但阿伟已经回不来了，所以这场恐怖的姨妈酱最后只有2人幸存了下来，一个是已经完全恢复的小女孩，另一个就是陷入深度昏迷的嫂子。不得不说，这部电影的故事虽然老套了点，但传递的三观倒是没啥毛病，那就是近亲不能结婚，有些底线也不能碰，有些欲望也不能有，有些爱情更不能开始，否则只会引火上身，家破人亡。